不会掉下去吧？不会掉，走吧。相信文婷。一定要外八哦，慢慢来。Good job， 耶，耶，给你，哎，好梦幻的摩天。对，摩天轮可以定情了吧？那你的联网里面有和我有关的吗？有啊是什么，3个字便以胜却千言万语。就是那3个字。天哪！写了我的心。杜丽君，你的 CP 发糖了。你钓的怎么样？刚开始还有鱼吃，现在连鱼都不吃了。没有鱼吃了吗？对。我应该。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是的，是的。这个画面真是……妈呀，3个女人1台戏，这个画面绝了。我感觉我你看那个圆，哎，那是不是灯塔？那个亮的。他站在那里，感觉跟电灯泡一样，赶紧过来。我们下去，我要下去。没是真的，人是假的，没什么执着。他想对你说，菜菜，今天玩得很开心，希望你以后也能一直开心。哦，蔡乐给他写的。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恋爱助攻无糖也甜的 KD1 生气波波联合赞助播出。我们来啦！本节目由超辣的上汽大众0度 L 赞助播出。来青藤有人疼，感谢学历身份双认证，恋爱更靠谱的青藤之恋 APP 赞助播出。持续补给，勇敢追爱。本节目由藏地秘饮品牌藏永马能量植物饮品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来到优酷自制的首档初恋成长真人秀《没谈过恋爱的我》。大家好，我是初恋猜心团的成员汪聪。我们邀请猜心团的成员依次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大家好，我是王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文。今天我们依然因为大环境的原因，有3位猜心团的成员要在线上和我们云录制。楚曦。大家好，我是广志。嗨，大家好，我是沈一菲。不知不觉我们就要陪伴着牡丹村所有的村民来度过他们在牡丹村最后几天了啊。心里还是有一点点舍不得的。其实之前的时候老想快进看大结局，是，很想知道最后的结局。就是对每一部、每一集、每一段都看得让人很惊喜、很意外。比如说最惊喜、最意外，你今天最期待谜底揭晓的是哪一趴？我想知道罗志阳的心到底放在哪里。我真的很好奇，就是除了人文以外，到底会不会有人真的能够成功在一起？哎，我也是，我也想说这个，就是我觉得还真说不准，我还是抱有一些期待的。是，人文 CP 两个人都是比较内敛型的，情感都是往里收的人，他们会最后表白的时候会怎么个方式表白？这个也是我比较好奇的。然后其他的就是之前罗志阳说到，他曾经有一个人在他身边是安心的，我不知道最后这个安心的人会不会成为他选择的那个人，不知道，所以我们也很好奇。楚曦肯定是实实在在的都聚焦在了人文身上，是吧？除了人文，我现在无所谓。那我们赶紧就不吊大家的胃口了，好不好？来，赶紧看看我们最后2天发生的故事。各位律师好，我叫许文婷，然后我是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研一的学生，然后我现在的专业方向是国际经济法啊，一直对于国际业务这方面都非常的感兴趣，所以也是非常想在外所进行一段实习。对。好的，谢谢律师，那我退出了，拜拜。终于结束了，打扰了。超棒的呀！感觉我半条命没有了。怎么会？我觉得你很好。我觉得你也很好。商业互吹。我哪有？我啥事也没做。鼓励我这件事情就很好。
感觉到了这个阶段，大家虽然没有收获爱情，但感觉其他的也都收获了。嗯。我要先走了。哎，彩彩今天好好看啊！哎，对，今天漂亮的。干啥去了这是？什么神秘见面地啊？哎，哦，天哪！回到初次见面的地方了。他还要跟毛毛啊，这个尴尬的一面我记忆犹新啊！战术喝水我都还记得呢。对，又是2杯一模一样的水，又是战术喝水了。Hello， 好。好，叫毛人龙，叫毛毛就行。初见。啊，我还记得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尴尬的呀。所以你说会动心就是会动心，第一面他见的是毛毛也没有动心啊。对。文婷，当时我罗哥还给人握手了，你记得好清楚啊！我发现我们对第一期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因为他们最开始的1v1实在是太尴尬。要不这样？我叫许文婷。Hello。就是又懒又宅，慢热，然后又社恐，就我可能是节目里面最不可控的一个人。Hello 啊 Hello 呀，又见面了。Hello 呀，好久不见哟。哎呀，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哎呀，我们居然对调了位置。当初是你坐在这儿，我坐在这儿。对，喝一口水，有点紧张。你好。你好，初次见面。初次见面很高兴。我就知道是你。哇，好熟悉啊。是的。毛毛还会喝水吗？我很好奇。居然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见外面的天啊，灰蒙蒙的。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也没阳光。当时外面还有老人家在散步，我刚刚又看到2个人在散步，然后就觉得哇，时光倒流。还有牵着小狗。对。又开始喝水了。毛毛还是很尴尬，他们2个人还是没话说。是啊，他们还是很尴尬。我觉得他俩不会尴尬。没有想到今天下午，又要回到最初的起点。有手机吗？什么？啥意思？还记得当初初见时的忐忑与和尴尬吗？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哎，明天将迎来最后的告别。当再次回到你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其实你想对他说些什么？今天是最后一天。他们一直不知道。他们刚知道是最后一天。我大概猜到了。完了，破防了。
罗志祥哭了，眼睛红了，挺柔软的罗志祥还是。哇，文婷也哭了。突然一下感觉说不上来的这种不舍感。我在回想我们刚开始见面的时候，时间好快呀！你要吃吗？陪你一起，陪你一起。好吧，也是我自己有点破防。为什么都让我再看一眼？今天你在面试的时候呢，我就想，我觉得就一定要找文婷，就是见面说再见之类的吧。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要有始有终吧。有始有终。对，所以没想到今天又顺我的心意了，就是这样子，然后好奇妙。我早上想的想法，我说能和文婷回到刚开始见面的地方，也挺好的。结果我们下午就回来了。对。但是没有想。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都太好了，所以舍不得嘛。对啊。其实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觉得，哇，好欢乐，就是好明亮的一个人。那天没有感觉尴尬，我能感觉到你人特别特别好，人真的很好。然后，但是没有机会啊，没有关系。然后感觉你好像过得挺开心的，那就挺好的。因为我来到这里，我觉得就大家都很美好，所以我觉得很 care 吧，因为很在乎大家的感受吧。那天我说了很多打预防针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很糟糕的人嘛，所以我想说，万一这里面有很好的人，我可以先给自己一个退路吧，因为对我而言，18天我只能认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而已。你当初跟我说你认识一个人最少要1个月。对。但是很快哦，这次很快哦。对，很快。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你哦。真的吗？是真的。因为我觉得我以前的人生没有多少快乐幸福的瞬间，但是在这创造了，实话实说，创造了很多我觉得快乐幸福的瞬间。对我来说就是已经够了，再多的东西我都不敢奢求了。有点悲观了。你知道，你应该就是第一印象和我后来印象差别最大的人。对，我肯定是，我一定是那个最大的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对你印象也蛮好的，只是你就是突然开始咔给我打预防针，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你真的是不是像你说的那个样子，其实会有点小担心。然后，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从好像你。就是变身成，有一天你好像突然说，就是我是一个模特，但是为什么我突然变成了干饭人？我其实很少能遇见就是这么就感知力这么强，而且真的就是在 care 每个人的这样的男孩子，就是很少有这样的男生我碰到的话，就所以就是这个是个很宝贵的品质。
好了。就所以回想起来就觉得来这里好幸运遇到大家，然后生活中也很幸运，什么都好幸运。什么都好幸运，你为什么这么幸运呢？因为你值得。我感觉到。文婷真的是很会说话，很会治愈别人。对。你呢？你最近怎么样？就是一开始的话，就是我是对毛毛挺有好感，但是一开始的话，我是完全就是没有感受到他对我有任何的好感，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其实我也很，就是有点小伤心，因为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就是很会表达爱的，然后正能量像小太阳的人一样。其实他可能会有一些，在处理情感上面的方式，会让我觉得，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就觉得，你怎么连这个也没有想到，或者怎么样就算了。但是后来，就那天我问了沈老师一个问题，你觉得喜欢重要还是合适重要？他问我，所以你自己的答案是什么？所以我会想说，希望可以勇敢一点，就是再多给自己一些机会。包括可能友情方面的话，然后大家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感觉每个人都是希望通过沟通解决问题的，真的都非常非常好。沟通很重要，沟通非常重要。所以就是我感觉在这趟旅程当中，不管是从哪一个方面，我感觉我自己都成长特别多。我也是。你来参加这个节目，其实就是给了你一个跟很多陌生人，就是一直生活在一起多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对，那你有太多这种壁垒了吧？那我感觉你对我们已经消掉很多喽。对哦，是的。第一个认识的也是你，第一个告别的也是你。我很开心，我更开心。哎，今天最后也要来一个这个，第一天也有。耶，加油啦！加油！我叫罗志阳。我叫许文婷。哇，握半掌，有始有终了。我在回想我们刚开始见面的时候，就是每个人给我们感觉好像跟之后都不太一样了，对吧？真的完全不一样。我之前觉得硕成是那种特别，就是每天都很开心的那个大男孩，结果他10几天全在沉浸，基本上。对，然后 Jess 本来以为是一个很沉静的人，我记得 Jess 从那边门那边进来第一眼，白白净净的，然后那个头发又很多，然后就很然后就很有那种书卷气息。是的，他就坐我旁边。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很秀气，对，像个女孩子，就很秀气那种男生。还没想到是吧？后面变化太大了。他们俩共同的朋友罗志阳。对。哎，你跟沈老师都聊了什么？方便讲吗？他只是跟我说，有时候可能不要太过于顾及到别人的感受。就可能我每回会认为别人在为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在表达爱意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很累，我会觉得他很不情愿。但其实沈老师就跟我说，文婷有时候跟我聊天的时候也会跟我讲说，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不情愿，有可能他在为你做事情的时候，他也很开心。是的。所以说，在这10多天里面，我真的就是在慢慢学着去接受吧。努力成为和大家一样好的人。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成长。但你们之后好像也是要出国，我记得。文婷要出国。文婷要出国。文婷明天就去加拿大了。没办法，他学的专业就决定了他肯定不能只在国内。说到了伤心处。他们两个聊的话题都不是关于他们自己，都是关于别人的。对，可能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了吧，应该是。对，对，可能大家都已经很明白了，他俩应该是一对。那罗志阳泪流满面这件事儿，你想到了吗？完全没猜到，完全没猜到。我本来以为他会是那种比较冷静的。我觉得倒不意外，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只是说他是很难轻易迈进一段感情的人。对，其实之前就有过一次端倪嘛，就是那个杨烁成走的时候，不是不确定他回不回来嘛？那次也是罗志阳一个人，就是去送他。送他，是的。然后并且回来说感觉很难受，就觉得说要转变一下自己的态度了，对待牡丹村之后的时间。对，我感觉他之前是他自己身上有一些优点没有发现，然后他通过这次旅途之后，他发现自己还是非常优秀的。我觉得这个对他以后的成长帮助会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像罗志阳和许文婷，从他们一开始在见面聊的时候是收紧的状态，可是你会发现他们到最后聊的时候，他们是把自己打开来的。所以我觉得时间的魅力在共处在一个环境里，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让我们一点点能打开自己，放下很多的戒备，然后你会有更轻松的方式去接纳自己和接纳他人吧。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这个团体还是挺好的，互相之间是比较鼓励的，互相支持的。其实这样的环境本身就是让人治愈的。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恋爱助攻无糖也甜的 Kelly One 生气波波联合赞助播出。来青藤有人疼，感谢学历身份双认证、恋爱更靠谱的青藤之恋 APP 赞助播出。来，我们继续往下看。有人吗？有人吗？就咱俩了。哇，快，我们来聊一下，搞好之后咱俩。分手了。就是我不是喜欢 Jess 吗？这个时候聊。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直接去和他口头上去表达的话，我就是很怕给他造成困扰，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自己会给自己很多心理压力的那种人，然后我就担心这种事情会让他就是压力更大。不，你理解错了。就怎么说呢？如果外人对他的什么评价之类的，他可能会用一个很绅士、很礼貌的方法来回应你，但绝对不会是说把压力积在自己心里。OK， 我懂了。相信我。明白。那我就放心了。对啊，你要是真的遇到那种想去做一些事情的人，肯定要努力去做呀，不要留遗憾嘛。好吧。待会儿他们几个回来的时候，不会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就回来吧？他们回来啦！文婷，嗨 ，Hello， 怎么我感觉你好像哭过呀？没事啊。我们俩不行，这个许文婷怎么回事？我一看见她就想哭，她那个泪汪汪的大眼睛，就是让我很不知所措。不要管我，我吃炒年糕。别流了，别流眼泪了。你不能阻止我的泪水。这就是水龙头呗。对啊。Jess 呢？他后面会。他不会去到一个地方自己躲在那里哭。有可能，他是会做出这种事的人。
好突然。猫粮真的没了？猫粮还有一口，你要去喂吗？我要去。走吧。他们俩又找了个借口一起出去了，去独处。不要去表白吧，他们俩。咋了嘛？咋了嘛？愁眉苦脸的。没有。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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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现在其实回想起来，就全是快乐的回忆。我也相信我们之间就是感情真的都很真挚。我相信以后有机会的话，大家肯定会靠自己努力去见面的。对，但是我觉得这段回忆它不只是大家感情维系的，它有非常非常多东西的加成，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啊，包括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用想。是啊。我没有别的，我就是觉得太短了。没事。谁不想这样的生活长一点？但是怎么说呢？往下走走吧，我要看灯塔。走。有包包吗？最后一天嘛，对吧？虽然说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离别这件事情，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像第一天一样，怀揣着对我们以后更加未来的期待嘛。哦，大风。冷吗？太冷了。我主要是你把腿挡着吧，我里面穿了2件。你皮下挡下腿。走吧，再吹下去你就要感冒了。走。就我虽然会觉得，就大家肯定最后还是会感情也很好啊，然后也会继续见面，但是我觉得真的时间太短太快了，时间太快了。可能想哭，我也可以忍住，但是我不想忍，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我去表达我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我希望我自己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记住。我以后就都不会忘了。我已经不会忘了。我觉得文婷可能也是那种从小到大很顺，她可能没有经历过什么分别，也被家长保护得很好。对。而毛毛是个经常经历分别的人，因为毛毛天天转学。我其实真的来这边，我有很多心愿，但是还没有做。你还有什么想干的事情？我想骑着电瓶车在海岸线突，晚上就突。然后还有就是在海边看烟花。烟花肯定可以实现。然后还有看星星。好遗憾。文婷真的是非常小女生的浪漫的想象。啊，好想给他们造满天星啊！还剩下一点点猫粮，把那里再喂一点，剩下的全倒给我们门口吧。好，门口的猫一定会最胖。猫猫也要和我们一起体验离别。
哇，真的，现在回忆起来，咱们第一天到小木屋晚上吃饭、玩游戏的场景，历历在目。还玩真心话。对，但是你当时问我的真心话是什么来着？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还有吗？还有吗？你最尴尬的经历是什么？还有啊？还有吗？还有啥？你第一天问你上次对别人心动是什么时候？好死亡感觉。这么重要的问题都忘了。不重要了，因为现在心动的人。算了，不问你了。你问啊，你说。不问。你就得问。我不问。你问一下。就像那天我给你们第一次唱歌的时候，我不是唱我那首《国境之南》吗？那你知道我那个时候说了一句：“这个歌是哪个电影里的吗？”是吧？为什么我要记这个？就真的，因为那个真的是我很爱的电影。就是我感觉好像跟海有关，对吧？对啊，很棒哦。对呀，我就是记得。那你记得？对啊，所以我是记得。对啊，所以说我很满足。那我那天唱的歌是什么？夏天的风。好的。怎么这就开始死亡问答了吗？不要。别再问下去了。蛮好玩的，我觉得是情侣之间会干的事情吧。但我觉得他俩可能是在确认你什么时候关注到我的，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你已经注意我了？啊，咱们大致的回忆是快乐的嘛，好吗？不要哭了。再安慰一下，再安慰一下我就好。再安慰一下。文婷在等他说什么？抱一下嘛，浅抱一下好了。怎么安慰呢？放心了，就虽然说大家就是明天都分别了，但其实我不会分别的。我还想着说去北京和你看什么故宫的初雪，虽然说我也没有看过。我也没有看。那不更好吗？对啊，咱们可以看电影，也可以去玩剧本杀，一起去玩密室逃脱。我好闲啊，听起来是两个无所事事的人。没事，你忙吗？我正好很闲哎。所以说，会有很多很开心的事情，会有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生活不能只有在这边这种。但你也不用这么努力的想这么多话来安慰我，可以换一种方式。都这么直白的这个，妈，我的心脏都突突突跳，你的麦听得见吗？换一种方式。我有点害羞，怎么办？啊，你想什么呢？不要，你想什么？两个人都懂，两个人都不好意思。没事。走了，往上走了。冷了。啊天哪，你在想什么？没啦。啊。走了，开心点回去。哎，那你知道我说的那个换一种方式安慰，你知道是什么方式吗？比如可以摸一下头。啊。是不是今天？没事了啊。我手刚摸了猫粮。啊，没事，我昨天没洗头。那谢谢。走吧，他们应该也都回来了。你看文婷都那么明显了，毛二龙你在干什么？害什么羞啊？我真的会生气哦。你是在憋吗？你是在憋到晚上是要放一个大招吗？你最好是给我放一个大招，我跟你讲。我觉得毛毛是因为他以为是拥抱，拥抱也不可以吗？咱们就是说浅浅的拥抱一下，就是不可以吗？就是你们两个人已经情投意合到这种地步了，浅浅的拥抱一下是应该的。对，就是你不要太没有分寸的，就是搂太紧，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抱抱啊。对，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样的。文婷的本意思是你可以抱抱我，然后毛毛理解成了跟他表白，然后文婷就害羞了啊。其实毛毛刚刚的这种表达也挺好的，就是他每细数一个愿望，他都是说我给你接着，咱去。对，你知道最烦哪种吗？就是说我想看星星什么，他会告诉我说去哪儿都可以看啊，就是你回家也可以看。这种，
其实我觉得毛毛在语言上的安慰已经可以打满分了，但是为什么他在行动上不太能够有主动？是因为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亚裔的群体对于身体的接触常常有一条非常大的谨记线，就如果我没有得到他人的邀请，很多人是不愿意去走出这一步的。对，跟异性就是有肢体接触会特别谨慎。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恋爱助攻无糖也甜的 KD1 生气波波联合赞助播出。我们来啦！本节目由超辣的上汽大众零度 L 赞助播出。持续补给，勇敢追爱。本节目由藏地秘饮品牌藏永马能量植物饮品赞助播出。真的自助啊？好过分啊！菜品都一样吗？差不多。那香香姜母鸭，8分之一。香香姜母鸭。哦，他们第一天吃的就这个。坐吧，坐吧，大家都坐吧，快。怎么气氛这么压抑呀？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需要有一个人先挑开话题。我觉得今天是我们所有吃饭最安静的一次。结果今天回来，我第一个捕捉到的人是文婷。文婷两只眼睛通红，我说你怎么了？然后我一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不行了。是我的问题，我欺负他们。没有没有，说了一些不好的话，有点过分哎。哎，你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没有来之前的每一天都发生了什么吗？哦，所以云，你看他为什么这么会聊天？他很怕冷场，他超怕冷场。对，怕尴尬，怕冷场。我发现第一天的你比现在书生气重很多哎，就是你穿的那个卡其色风衣走过来坐到我旁边的时候，很秀气，然后又感觉很文化人。我不做 C 位了吧，我坐这儿吧。菜菜这个时候就锁定了，眼睛现在回过头去看，感觉对直勾勾的。Hello。结果现在这么土，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土哎？然后这是第一天，第二天我们去喝了果汁铺的果汁，然后之后就是团团哥加入。小姐姐能帮我们拍一张？海贼王那一段。你要我帮你们拍是吗？然后呢，咱们换着拍，嗯。好，没事。好。One Piece。然后晚上我们去吃那个海边的晚餐，大长桌，烛光晚餐，冷风呼呼的，就着冷风吃，我们都冻得瑟瑟发抖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俩就奠定了干饭人的基础。我们从第一顿那个晚餐已经开始吃了，好吗？然后就篝火晚会，读给初恋的一封信，在那边篝火晚会的时候，那封信直接把我们全部读 emo。不是，你们写给初恋的信为什么会让彼此读 emo 呢？会带入到每个人的信的氛围里面去。很感谢你的出现，让他第一次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饿了就啃面包，渴了就喝自来水，困了就睡长椅。重要的是和你。你是什么样子的？我一直感到很好奇，但我随便猜测，你大概率有着温柔的目光和坚定的心。在我看来，命运会是一条孤独的河流，我觉得只有灵魂相伴才能度过。你
要习惯我毫无保留的爱意。我要每天说10000遍爱你。也许我不是你第一个喜欢的人，但我希望我可以是当你遇到烦恼痛苦时第一个想到倾诉的人。然后就到了我们来了。哦，那你们也就来了12天。对啊，我们才来了12天。好快。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让音乐开始，让节奏不停。不要哦，菜菜，他也想哭了。咱们的约会你不能迟到，每当 disco 音乐又响起，假装我们还是在一起，你能听到我的心在蹦蹦跳，你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哎，我还是喜欢青苹果乐园，齐老师带一段。喜欢那个擦玻璃，擦玻璃，擦玻璃。为什么要音乐回忆杀？确实，难过应该就是因为觉得以后不会再聚一起了，太美好了。我觉得就把每年12月份当做我们的牡丹节吧，然后牡丹节可还行？牡丹节，每年都要过牡丹节吗？能不能选个暖和的日子？会不会有什么惊喜啊？没惊吓就行了，还惊喜呢？有礼物吗？没有，好吧。是谁？是你要上去了吗？好，最后的表达，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牡丹电台。每晚的此刻，你曾在这里真诚地表达自己，也曾接收过他人的美好心意。今天是心意广播的最后一个夜晚，在专属于你的风铃里，盛满了你收到的所有留言。现在，请将这些留言一一取出，让我们在字里行间一起回忆相互陪伴的日子吧。会不会到现在不知道谁？他看得出，他纸应该是一个人写就是一个颜色，所以这样就很好判断了。哦，是哦。
徐老师，爱是要付出代价，恒久等待的。真正的爱应该对更多的具体的人，少爱点人类，多爱具体的人。你看这个徐老师，光看见徐老师3个字就知道谁写的。遵从本心一次吧，弹弹吉他，争取早日练会一首歌。很感激今天我的主动邀约，也很感激你的欣然应允。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只希望我会更勇敢一些。徐老师，今天很开心，所以有空一起喂猫吧。文婷，今天我真的很感动，重要的不是礼物，而是你的在意。文婷，胆怯且逃避的真实的我，和吸引到你的我相差太远了，所以多教教我吧。文婷，谢谢你给了我这个勇气，重要的绝不是输赢，而是一起度过的时光。文婷，只要和你共度的每一天，都是我开心且充实的一天。妈呀，天哪！哇，这个一页一页累积，这个递进，哇，这个感觉，这个很难平静哎。哦，第一次写下他的名字，从头到尾都是他。我看到这张起鸡皮疙瘩了。这张我也起鸡皮疙瘩了。许文婷，啊，我的鸡皮！哦，这太好了，楚曦都哭了。哦。这很感人。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嗯，这种始终是你。对，从一而终都头就是你这种感觉。文婷每次在这儿，无论听到什么留言，她都没有表情。这是她第一次在上面有情绪，让大家看到对，有情绪的波动。
你怎么又哭了？啊，没事。哎呀，你看毛毛记得了，他要摸摸头。摸摸头，哦。错过人生。那啥，会不会是绿色的？许文婷，最开始的时候写的名字。毛毛，如果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去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人无条件爱你。我相信，就是你只要被无条件的爱过一次，你就会相信这件事情，而且你肯定也会背的。猫嘟嘟，人都是复杂且不同的，但我最不想看到你轻易地否定自己。希望毛老师早日学成弹唱大师。哦，简单，太简单了，太简单了，是吧？是吧？是吧？毛嘟嘟，明天天气还不错的样子，要一起出去玩吗？嗨。哦，你这个衣服真的很可爱。在这里面，徐老师是王者。毛毛，崩到了吗？没有，我以为。你看见没有了？毛嘟嘟，今天是一个很美的梦。对于我来说，这个12月充满了奇迹，包括遇见了大家，包括遇见了你。哦，最后，我还是要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告诉你，请相信美好的事一定会发生，一定要相信。毛毛，喜欢远比合适重要，比起犹豫与反复确认，开心地创造美好回忆更加重要。毛毛，我想说，我今天真的很开心，因为你，我在2021年结束之前，拥有了专属的摩天轮回忆。真的冲击太大了！哎呀妈呀，我的 CP！ 哇，这个真的很好。你说，如果他俩以后真的在一起了，走了很久，然后等他们30、40了，再回过头看，还可以翻出来看他们刚认识发生的事情。他们俩心意复盘，属于他们俩的心意复盘。甜的呀，甜蜜漩涡了，甜蜜龙卷风了，这是。
真的是最后一天。唉，怎么办？哦，真最后一天。是真的嘞，好可爱哦，好可爱哦。深圳线可以回深圳坐摩天轮。哇，关于毛许的新运复盘，来，我们让泪流满面的楚曦先说。楚曦先。就是我看到他们两个，就是各自打开，就是对方最初的那个字条的时候，都是彼此的名字，没有任何别的，就只有对方的名字。哇，那我真的不行了。一直以来都是他。对，从始至终都是你。我觉得这对于文婷特别重要，因为我觉得文婷很介意，比如说我是不是你从始至终第一眼的选择。所有他纠结的点都在这儿，我觉得解了他的心结，就是一开始就是他。对，我觉得很多女生要的爱就是唯一，就是偏爱，从来就是你，就一下他的这个结儿解了，从始至终都是你。对，就是原来对方最开始属意的也是他，就这个就是会很感动，而且这个很重要。我觉得通过这次的复盘，能够更加坚定他们自己现在的想法。就比如说，他们现在可能对未来有很多的不确定，但是他们通过复盘发现，他们最开始相识的第一天，也没有想到能够走到今天。就是我觉得通过这两个事儿，他们就会觉得对未来的那种不确定就没有那么恐惧了，更加坚定自己。对。如同我们的奥优能力多奶粉一样，每一位父母都想给宝宝全世界的好，而每一对恋人也愿意将全世界最好的爱带给心中最重要的他。硕晨，身体健康，家人平安。硕晨，今天吃了半拉西瓜。Hello， 硕晨，希望我写给你的这个留言，你会觉得是多此一举。但是如果我不干这样一件事儿的话，我害怕你又会陷入自我否定与质疑的恶性循环中，所以请原谅我的多此一举吧。在相处的这几天，我发现了我想要多了解和发展的男生。婉拒他，那就是在今天决定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总之，希望你一定不要去质疑自己，你没有做错任何事。反复看。其实硕晨在这个节目里应该也收获了蛮多的。对，但我觉得硕晨可能会有遗憾，就是复盘的时候，他会觉得明明他跟雨欣的开端挺好的，对，怎么都会做成这样了。哎。
哦，他哭了，他哭得很，反应很大。何雨欣，今天是努力不做小太阳的第1天。何雨欣，争取明天可以捏出好看的橡皮泥送给你。今天很想和你分享小时候的照片，期待下一次一起探店。祝表演节目顺利，今天很开心，第一次尝试舞台的快乐。雨欣，谢谢你注意到我的小细节。雨欣，看到你今天玩得很开心，我也很开心。雨欣，晚上吃一点肠胃药，早点休息。他一直在给雨欣写了，后来就是哇，好多呀！他好执着啊。团团，最近有在思考自己的一些行为会不会打扰到你，变得谨慎小心，害怕你感觉到压力。今天的集体约会很开心，希望你也是。他给雨欣写过这么多次，他好像后面每天晚上写的都是写给雨欣的。但其实这种很细节、很看起来没那么感人的东西，就加在一起，他凑在一起很感人的，有可能量变到质变，是的，对不对？真的有可能。当我突然一下看到他始终是我的时候，有可能会被打动的。团团，你很棒了已经。看完前面的，再看后面这2封，其实很清楚了。谁喜欢我，谁不喜欢我。对。但没办法呀，爱情这个东西就没办法呀。就别人再喜欢你，你也没有义务要喜欢回去。我就是觉得。你救上去了。对，该我啦。拜拜，快团团，啊，团团 ，Happy Ending，快来，拜拜，拜拜，拜拜。怎么了？你好像回来不是很开心？没有啊，没有啊，哪有？我怎么会 emo？卢志阳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情绪波动。我觉得他会有波动。罗。罗。他会不会之前没有意识到过菜菜给他写过这么多？因为他今天收到这个，明天收到那个，他突然一下打开，发现原来菜菜给他写了这么多。兔小罗，长头发挺酷的。
这是另一个人写的。罗志阳，咱们村长要注意身体啊！你的做的真的很好了，很多细节的要说这张纸都写不完，所以今天复盘的话不要 emo 喽，哈哈，加油！罗志阳，哈喽村长，仍然祝你身体健康，哈哈。罗志阳，哈喽村长，希望腰痛快好，身体健康，拜拜。罗志阳收到这么多，真的是颜色的比较多。洋洋要做一个永远满格电量的男孩哦，加油！小罗，娃娃很可爱。小罗，你很像我一个熟悉的朋友。因为相似，所以熟悉。愿你一切都好。哦，别走，别走！哎呦喂，这阵风吹得真是猝不及防。还有一张。还有一张在地上呢。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波澜哎。这个谜一样的男人，嗨哦。哎，居然被吹走了一条。你说这时候罗志阳是什么心态呢？菜菜，你好。罗志阳在前面2天从来没给别人写过。这个也是罗志阳写的。你很像我熟悉的人，涂菜菜。菜菜也给他写过一个差不多的一个话。对，因为相似，所以熟悉。还有，你像我一个很熟悉的朋友。他知道这2封是他写的。
哇，菜菜的情绪，哇，男生女生的这个反应真的对差别很大，差很大。所以我想知道他哭的点是因为难过还是开心？复杂，我觉得会很复杂。很复杂，我也觉得说不清楚，很复杂。他就反复在看罗志阳的那2张，你看到吗？这是他自己心之所向呀。但会不会他今天才知道那2张是罗志阳写的？是现在才知道呀，就是因为你一直喜欢的人，原来曾经也给过你一点点回忆，这个很难受。对。他去看罗志阳的《风铃》了，所以他去看了那个颜色，罗志阳是粉色，所以他确定罗志阳是粉色吗？哦，他不知道是罗志阳写的，刚知道。他刚知道，所以嘛，他的那个点就是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觉得罗志阳不喜欢他。硕晨也有一样的那种，就曾经我们是有机会的，就是本可以，有的时候让人更难受。对对对，有遗憾。对，菜菜，哎呦，菜菜就很让人心疼。菜菜哭了。菜菜进去了。罗志阳也很懵。罗志阳在想是不是因为我？绷不住了。
语言挺多的。对，有罗志阳给他，颜色不一样，但这都是友情。乐乐，你一定会拥有一段难忘的旅程的。觉得乐乐下次早点来吧，宇恩也是。金宇恩老师，时刻拥有分享欲和表达欲，将会是我的追求和理想。愿你日后也能拥有少女心的恋爱。这是刚来的时候，第一次见面。我觉得乐乐第一天来和后面的表现也差距挺大的。第一天来他挺社牛的感觉是吧？他后面就又，他可能是找不到自己一个存在的位置。所以在今天的心意复盘，他们才能很明确的知道谁给他们写了什么留言。对，刚刚的心意复盘，广志，谁的复盘是最打动你的，或者让你还挺意外的？最打动我的还是那个雨欣在拆那个硕晨的那些信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可能会被那种坚持给打动嘛，因为我觉得好像很难真的有人说会坚持只给一个人写。就后来我选择了那个人之后，就再也没有变过。对，我觉得还挺难得的。而且他写的都是一些很细小的一些事情，好像就是说我就想跟你聊聊天。对。那你觉得刚刚看了他们的这个心意复盘之后，罗志阳说在他身边就会踏实的那个人是谁？毛日龙。我也觉得应该就是毛日龙。广志。如果非要猜一个的话，我猜是那个团团。绝不是团团。金鱼，如果一定要选一个的话，我选金鱼。一定要选一个女生的话，那就是金鱼了。我觉得他安心的那个人一开始很可能是蔡瑞。我们至少在这个天台里面，你可以看到罗志阳他的状态有3个不同的状态。第一个状态是他进去不相信爱情，也不打开自己。中间他尝试说，哎，既然我要改变自己，那我就走出去。他其实是有跨出去跟蔡有这种相对爱情的这个互动的，想要有这个互动的。其实中间有几天，大家还记得吧？他们一起去坐小火车，那几天，其实他们俩关系那几天是很互动的，很好的。但是呢，由于某种原因，他又收回来了。后来他就跟很多人都处成了相对比较朋友的。他在那里面也在不断的犹豫不决，或者在苦恼，我到底应该怎么做？但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很清楚的呈现的。我觉得是不是这个也真的就是蔡会泪崩的原因？就是当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罗志阳其实是有回应的。他以前可能一直觉得罗志阳没回应。是的。所以沈老师觉得是蔡瑞。沈老师绝对不是蔡瑞，绝对不是。如果是蔡瑞，我把这个桌子吃了。
一定要记得，你有一个魔咒，就是你每次说如果这样就怎么着的时候，那件事大概率是会发生。这个真的不可能，真的不会。没事，反正最后一期让他吃吧。我有个大胆的猜测，你说，请讲。我觉得可能是沈老师。是，我也那么我觉得可能就是沈老师。其实他只是不好意思当面告诉你，沈老师。是不是？那个人就是你。已经疯了，已经疯了。往下看，往下看，冷静。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恋爱助攻无糖也甜的 KD One 生气波波联合赞助播出。我们来啦！本节目由超辣的上汽大众0度 L 赞助播出。如果选择表白的话，就登船前往告白灯塔；如果选择不表白，就不用登船，可以自己离开。如果你接受告白，就登船前往灯塔；如果放弃的话，就原地拨通他的号码来进行最后一次通话。哇，不知道呀。不知道，他说不知道哎。这件事情怎么说呢？我可能不会想说，就是像我其实也不太懂我自己，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就是可能我希望是一切都慢慢来的，就像我刚刚开始说的。让我想想，我做好准备了吗？做好了。就可能我之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很怕，就是说这种很美好的这种感觉消失掉，对，所以就是会比较小心翼翼吧，然后去对待说和自己喜欢人之间的关系。算是吧，但是对，算是吧。我来到这边，我更加相信缘分了。就所有人命中注定是要遇到的，对。就我们还是要好好珍惜当下，就珍惜眼前人。我觉得这段旅程让我在内心跟自己重新交了一次朋友。接下来是我们本季最关键的一次猜心时刻，也是最后一次猜心时刻啊！奥优能力多守护时刻，还是向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猜心时刻的规则。初恋猜心团的成员呢，要从我们奥优能力多的奶罐当中来抽取一个牡丹村的人物，来表示需要预测对应人物的心意告白的结果。好，我们还是请云端的3位朋友先选。楚曦。这第5张吧。楚曦选到的是许文婷。不用猜了，这有什么好猜的？把人文 CP 大旗扛起来。选第2张，我这次要双数2。我选第1张吧。让我抽到毛毛吧。那再看看这个是谁。送分题，送分题在我这儿呢。可以，我觉得金源的性格是很勇敢的，我不知道他最后一次会不会会不会明知道可能性很小会去那个表白一次这个好难哦。
他这么被硕成感动，他会不会选硕成啊？不知道哎，我在罗志阳和杨烁成中间摇摆不定了。但是我们猜的是他会不会告白，我觉得他不会告白，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硕成告白，雨欣会接受。有道理。蔡乐也太好猜了，蔡乐应该不会，蔡乐不会表白。不会的，不会的。蔡瑞一定会表白的，一定会的。罗志阳猜不到，罗志阳那个题就相当于是小学那种附加题。怎么感觉刚刚才看他的采访，感觉他有那么点意思？什么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什么，罗志阳？哎呀，罗志阳和蔡瑞，上吧。我来。毛人龙。肖文帮我挂一下，我是那个金源，我选择不告白，把我名字贴在金源上就可以了。好的。何雨欣。广智呢？蔡乐就是不告白，蔡乐不告白，我是蔡乐。我觉得硕成会告白的。硕成会的，是吧？把人文心理大旗扛起来！哎呀，哎呀，希望你幸福，希望你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好的，那我们每个人都做完选择了。哎呀，我真不懂他们的心，我真的不懂。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心意告白最终的结果。求求了，生气波波恋爱水，今天一定要好好替他们助攻，成功表白都靠你们了，加油！如果你准备好了向他勇敢的表白，请登船前往告白灯塔。如果你选择不表白，则不用选择登船，可自行离开。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会比较胆小、会比较想要退缩的人，但可能还是会说勇敢一点吧。就两个人相遇的缘分可能会有天注定吧，但其实两个人日后的缘分还是要靠两个人努力去争取的。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出发，出发，出发 ！Hello。那我相信，就是你只要被无条件的爱过一次，你就会相信这件事情，而且你肯定也会背的。就他俩，我只能知道他俩有多甜。徐老师，以及最后能不能抱上？可以。听见冬天的离开，比心耶！大雪纷飞。跨年那天在一起的人，现在一年会一直在一起。哇哦！仪式感肯定要有啊。是。他俩太初恋了。真的美好，是吧？可以单剪出一个小短剧。我希望你对爱会变得有安全感。3个字便以胜却千言万语。我就是听不懂暗示。没有暗示，我在明示了。通向灯塔的路。
哎呀妈，就这样吊我的胃口，哎，我心脏受不了了。一回头，哦，文婷来了。他来了，哇哦！我是相信一见钟情，从开始到现在，我的心里没有发生过变化。哇，这句话好重要啊！Hello， 咋样？我拿着吧。飞走了。啊？我拿着吧。飞走了。没事，走上去就好。我告诉你，发现一个避风的好地方。好啊。慢着，我走下面。看，是不是风一下小了？哦，好多了。放下来，下一节，下一节应该可以。 OK。看这个。哦，好看哎。哦，他戴的那个蝴蝶结哦。好漂亮。对呀。好看。好好看。 很好看。你就这么呆站着吗？那我要干什么？你可以坐着。那我们坐下来。嗯，你好坐吗？你可以把这个搭。可以坐，没关系。我只需要一个小小的位置就好了。嘿。哇，阳光好大啊！坐下来就能拉风。挺好哦。 哦，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说啥？快，着急呢。到底是第一天见面的时候日子重要呢，还是说真正在一起的日子重要？你觉得呢？你这个问题真的让人很不好回答哎。我觉得遇见那天也很重要。真的吗？因为我觉得遇见。 一个人是听见冬天，因为我觉得遇见一个人，那肯定是上天的眷顾，就是很难得啊。是啊，我也很喜欢遇见的那一天。我真的太喜欢遇见那一天了。那天确实挺奇妙的，他俩都是第一个来的。Hello。 哎，你家是哪儿的？你觉得？南方。不是。哦，名场面。北方。很北吗？但是我还是觉得在一起那天更重要。因为遇见一个人的那天，可能我只能看着他。 我虽然心里很开心，但是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在一起那天，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做很多事情。确实，在一起那一天的话，只要两人在一起以后，后面每一天都可以过成像在一起那天一样，甚至比在一起那天过得更加有意义，更加丰富多彩。所以说我很期待，
在一起之后的每一天，可能每一天的太阳、每一天的月亮都不一样，每一天的你也不一样，每一天的我也不一样。但是，只要是属于我们的第二天，我都会觉得很期待，都会觉得很美好。那我问一个深奥点的问题吧。还要问？急死我了！哎，看了个寂寞。除夕我与你的心同在，我懂你。大家不要急嘛，恋爱就是慢慢谈嘛。我先睡一觉，告白的叫我。行，我叫你。我先睡一觉。就是如何你才能认定为是一段真正的爱情的开始呢？这个其实是我一直，疑惑的问题。就是我疑惑的点在于，你会有担心吗？就是担心就是认识很短暂。啊，我知道。其实只能看每个人，真的就我理解不同吧。有可能很多人认识了20年，但其实也感觉对对方只了解了像认识1天那么远。但是可能也是认识20天，可能会像2个月、2年那样的感觉，都是看感觉了。时间长短并不能决定什么，感觉最重要。那如果你问我感觉的话，怎么？说嘛。我真的不行。悄悄说。悄悄说。哦，悄悄说了，悄悄说了。你们可以站起来说吗？可以啊。我要站着说才比较有仪式感。可是你这样，我好像在。站着说，你在上面。你坐下，你坐下来吧。我跟你讲，就是觉得站在这儿是跟你平视的状态。然后呢，就是说，就是可能我，可能我来这里其实没有在期待什么，因为我觉得前面那么多年我也就是见了很多的人呀，然后心动的人就是很少。但是我觉得就是第一天结束以后，我是很开心的，因为我没有想到就是能够碰到你。就是其实你知道吗？当时不是说女生要选5个小事？你先告诉我，你当时就是选那个就是单纯自己想做的那件事情是吗？想做哪件事情？因为有孔明灯。因为有孔明灯。哦，我以为是你喜欢抓那个捡贝壳。比如说这个捡贝壳呀。哎呀，那我捡吧，你捡吧。但是那是我喜欢的小事啊。对啊，所以我就选了，所以我才会就是我最想要的是孔明灯，但是我捡贝壳纯粹是因为你。我最想要的是捡贝壳，但是当时我很想要孔明灯。第一天约会感觉如何？你知道就是在冰雪王国嘛，首先我已经很开心了，因为我觉得很好玩。然后就是开门，然后插是你的那一刹那，我真的就是很开心，就是很开心。然后，抓住了，抓住了，牵手了，牵手了，不要再放手了。第2次约会，你知道我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吗？信任游戏。信任游戏。我
最喜欢信任游戏了。信任游戏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包括你跳下去的那一刹那和我跳下去的那一刹那，就是也很心动。但我真的很怕。那你为什么愿意先跳下去？因为我看到你很怕，但是你又很想玩，我又不舍得让你不玩，我就只能先替你试一下。那假如说有一天我去蹦极呢？那我也愿意先替你试一下。还有就是你每一次的靠近，包括你的邀约之类的，我觉得真的都很开心。我超级开心。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害怕这些事害怕的人，我不确定我那个时候我是不是有被看到，有被关注到。但是怎么说呢？我们去舞厅跳完舞以后，我就约你唱歌，是我真正第一次迈出了我自己封闭内心的一步。所以说我那天写了。很感激我自己的当天的勇敢，也很感谢你的欣然孕育。因为我就在你应允之前，我就很想跟你一起拆手。因为我也是要确认的，但是我是一个可能在你迈出第一步之前，我会很不确定的人，但是只要你迈出了第一步，我就相信，我就愿意去迈后面的每一步。所以，其实从第一天，我应该就可以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心动，第二天也心动，第三天也心动，第四天也心动，每一天。啊，这就是纯纯的爱情啊！说完了？嗯。说完了。嗯。来，我们干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什么？其实有些话并不是会很好意思当着很多人说，但是如果有风的杂音的话，很多事情会听不见的。但是能听见的基本上可能只有我们两个，基本上不，我们听得很清楚。不，还有我们，还有我们，全世界都听到了，快说快说。3、2、1，许文婷，我喜欢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啊？要不要和我在一起啊？要。过年了！过年了！哇，这个好，这个好。说定了。眼睛还红了呢。但是你真的好勇敢，所以我觉得我也要很勇敢。因为遇到你，就是让我变得勇敢了。终于等到了，真好，可算说出来了。夕阳哎，夕阳好美啊！快走吧。走吧。你好冷啊，你的手。就很冷啊。等会儿我还是很害羞，要不要放开吗？为什么这个路这么长？未来的路也会很长。哇！
不行，跳到主桌了，可以。我前面耗的那些流量都值得，都值得。哎呀，我的妈呀！我真的，我这个老母亲的心呢，我真的给你放下。天哪，我做了10期老母亲，哎呀，真的是。哎呀，我们这个综艺看到最后，终于有一对啊，还是让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呢。行，牵手了，也拥抱了。虽然前面铺垫了很久，但是还不错，最后的那个结果是甜的。是的，很开心啊，很激动。这一对儿也太合适了，我话就放这儿了。他们孩子要是出生，奶粉我管了，就送奥优能力多。同意，就买这个专注氨基酸优化、营养多、好吸收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给宝宝全世界的好。所以已经到晚上了吗？其他人都没机会表白了吗？其他人没有天光，来不及抢天光了，就是。主要他们说的时间太久了，别人就只能在黑夜当中进行一个相互告白了。手机打个灯，在哪儿呢？哎，要是有人表白之前先问你2个问题，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也就初恋，我可以理解。对，如果不是初恋的话，我真的要会被他急死，我真的没有这个耐心。最后毛毛的表白就是这种我们期待看到的表白，然后毛毛也用了一个很可爱的方式，他是忘了是在录节目吗？啊，是吧？在风中大喊是吗？我觉得他已经很勇敢了，因为这么多机器，要我也不敢。我觉得就挺感人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对大海喊这种的，因为我觉得当时现场应该只有他们2个。其实那种氛围，整个空间、整个世界全都是他们俩的。让他用自己最大的声音告诉全世界，我多么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我也还蛮感人的。对，我也觉得。所以我觉得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表达了，把我喜欢你，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这种如此直球的话语，他能讲出来了。我觉得那个就已经让我觉得很好了。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明天我们俩，你可以跟我一起单独做蛋糕吗？蛋糕？你可以吗？我可以。好，去吧。可以，强行上去了。这样子。哎，可以。一段好的友情，真的就是纯粹的带给你快乐。为我们的友谊干杯！耶！我觉得爱情当中是有先来后到的。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一定是老天都在祝福你们俩的。可是如果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和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这个先后的顺序，我觉得就会造就不一样的故事。太晚了，太晚了。如果下次我再遇到了那个会让我心动的男孩，我不会再拐弯抹角，我也不会再躲。我一定会非常直接地告诉他我的心意。我希望我能够很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喜欢。我觉得乐乐跟袁真的都是来的太晚了。其实他们俩都是很可爱的人，然后他们如果第一天来，很有可能会找到能够匹配的那个人的。所以想找你明天出去玩一下，就是去海边骑马、拍照什么的，可以吧？好，可以啊。哦，海边的仙女棒，超级好看。今年有什么愿望吗？那我的新年愿望就是每天开开心心就可以。你呢？我也是。所以要勇敢。对啊。所以爱情是勇敢者的游戏。我觉得如果说那个女生她之前有心动的对象，这一般情况我就会离开。是爱情里是有先来后到这一说法的。如果她
跟另外一个男生他走得更近的话，我再跟他们再走得太近，我就会打扰到他们。我觉得可能感情对我来说，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希望他能够懂我，能够走进我的内心，这样就足够了。你会遇到的。哎，硕成会表白吗？我觉得硕成会。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硕成应该会吧？他写了那么多纸条。想好了，我要勇敢表白。去了吧？去了。相比于我之前来讲，来这场旅程之前来讲，我觉得这是我变勇敢的一个方向吧。因为之前我就会选择去逃避，然后现在我会迎难而上。人不到最后，谁知道结果是什么呢？对吧？不意外，他写了那么多纸条都写了。说成要跟团团表白，肯定是团团。这封信也许会在表白日那天被开启，我会穿着红色的衣服出现在你的面前。我相信爱一个人是红色的，它是大胆的、失控的，也是热情的。哦，天啊，这身挺帅的，这身挺帅的。我觉得团团会去。他会去吗？我觉得可能去不了了。至少你看他很犹豫。对，他在犹豫。看了吧，来电话了。接电话了。来电话就是拒绝。喂 ，Hello， 团团。Hello。哦，团团。Hello， 硕成。我第一下就听出来了是你。然后我现在在一个海边。我也在海边。你也在海边吗？对。喂。你听得到吗？等一下，我换个方向。现在听到了。刚才那边海风比较吵，然后现在能听到了。然后，最近就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相处吧，然后很感谢你的，就是很感谢你的出现，让我清楚了解到我心动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就像第一天，然后在一个海边的灯塔下面，然后遇到你，然后给你主动去打招呼。Hello。小心！你等一下，等我们扶你一下。Thank you。谢谢。然后就抱着一个很好奇、很主动的一种方式，然后想去了解你。你要吃这个香蕉还有葡萄吗？我刚才去拿的。都行，拿香蕉吧，谢谢。在我情绪很不好的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然后收到你的小泥塑的时候，我当时真的很幸福，然后我也真的
很开心，也很安心。这是送给你的。哇！你不是奶奶生病，我不知道你奶奶长什么样，对，但是我给你做了个老奶奶，能够舒服一点。谢谢。然后在我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时候，然后你给了我很强大的勇气跟鼓励吧。先把脚这样子，手收回来。手收回来，对，脚这样子非常好，这就100分的动作。1、2、3、4、5、6、7、8。就那一刻，我觉得我真的，你在我旁边，我觉得我真的很放心。那时候他俩的互动还挺好的，对，很可爱的。但是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还有很多想和你一起去做的事情没有完成。就觉得蛮遗憾的，对，然后所以你可以给我一次继续了解你的机会吗？就在这段旅程结束之后，他还在争取。对，其实很勇敢了。我觉得他这段说的很好。对他好勇敢。没有，我觉得。其实我能感觉到你对我其实我也很感谢你，就是你对我就特别的好，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咱们俩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合适。雨欣就觉得干脆是好的，对硕成是好的，是好的，对两个人都是好的。对，就是得干脆一点。是的。我明白。然后其实我也想跟你说对不起，就是因为我察觉到，就是你可能会有一点就是喜欢我或者什么样的这个心理的时候，因为我会害怕我给不了你一些东西，你知道吗？然后我其实有刻意的去稍微有一些就是离开你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这种方法，然后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对你不公平。所以我想跟你说对不起。我明白。但是其实你现在真的已经很好了，就是真的，就很谢谢你。对，行，没关系的，以后还可以继续做朋友嘛，无所谓的，好吧？好的，那就先这样，好吧？拜拜，晚上见，拜拜，晚上见，拜拜，好的，拜拜，拜拜。我觉得硕成最后这一段说的非常的干脆，全是重点，全是干货，就没有那种废话。是的，这种表白方式比前面的他要进步了很多，感觉就他前面的他太拖泥带水，完全没有重点，然后又喜欢传播负能量。就他如果以前这样就好了。我觉得硕成应该到时候看我们节目，应该也听到了我们对他的一些建议。我觉得其实他这个人是挺好、挺善良的，就是可能相处起来的话，如果跟他不熟，可能会有点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就是你本身是这样一个 emo 的人，然后我又没法去化解你，我会觉得我在你身边很没有作用。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以后也会改正自己的这个处事的这种风格吧。我对硕成有一个希望吧，希望他改变的具体的方法。
他下面一步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再想着去总结那些不好的，要强迫自己昨天发生了什么，找好的事情来总结。你这样子才能自己治愈你自己，你治愈了你自己，才能够找到跟你合适的人来匹配。否则，再有能量的人，他也会被你像个黑洞一样，就会把这些能量全吸掉的。所以你得学会自己来止损，自己走出一步。来，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看看还有谁会勇敢的选择告白。天哪！雨欣和蔡瑞，只能是雨欣了，雨恩走了。因为相对来说比较喜欢他，之前跟他交流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变得特别不像自己。现在的话，我觉得就算说你很紧张、很担心说失去，就算你害怕了，但是你也要努力把最真实的自己展现给对方。说真话，我之前也是自己就是心里在有斗争啊什么的，然后但是我就拿出来那些信，看到还是有他写给我的，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我觉得我们之间也确实错过了一些东西吧，然后我就是说想去尝试一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一起交流。我怪不得雨欣刚才拒绝那么干脆，心里他有想要表白的人，他有人选了。罗志尧会选谁呢？还是都不选呢？我说句真的，我觉得罗志阳可能会选择雨欣。不会，我觉得他不会。不会吗？他两个都不选。本节目最大看点，罗志阳是否会登船？好吧。电话吧。喂 ，Hello。喂。他接受菜菜了。我是 Jazz。啊。你在哪儿啊？我来不了了，团团。哦，我知道了。哦 ，OK。那我有一个信要给你读一下。好，我听着呢。Hello， 村长，咱们的旅程就要结束了，其实还有很多遗憾吧。之前想约你，但是没有成功。然后就是一般平常的那种事儿，我就不太想做，你知道吗？就约你去插花呀什么的，我就不太想去做。但是就是这种，就是我觉得比较浪漫的事情，我就一直就没办法做不成功。但是我是想说不定就是结束之后，我可以约你去做。团团，我跟你说，你第一次给我留言的时候，我就知道是你了。哦。但是我不知道你给我写的留言是哪些。我是什么？我说我是昨天才知道你写了哪些留言给我。我就知道你有关注我，然后关心我，所以我后来就有在给你回。我猜信很不准哎，当时我以为我给你写信，你从来都不回我，然后我就觉得我知道你的意思，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是你给我写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你也不回信给我，然后我觉得你有点烦我或者怎么样的，我不知道，我就不敢再去找你玩或者怎么样的。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没有啦，就是我没有在烦你，实话实说，我从来没有烦过你。然后，但是我也实话实说，我感觉上我们很多观点上可能会有些不同。罗志阳是很要求灵魂契合，对对，高度契合。我这个人很讲究灵魂，所以我就没有决定要来，因为确实我觉得我们两个有的很多想法确实不太一样。这也拒绝得很干脆。对，喂，你听到了吗？我听到了。那就拜拜了。那拜拜了。拜拜。好，拜拜。哎呀，做拒绝人的那个人也挺难。对，罗志阳，我觉得他也有尝试过去了解雨欣，但是可能就像他说的，后来发现可能灵魂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我觉得罗志阳就放弃了吧。还有蔡瑞呢，电话响了，罗志阳两个都拒绝了。Hello， 喂，菜菜，哎，听得清吗？听得清，你听得清吗？我这边风有点大。我这边风也特别大。我可能来不了了。啊，没事，那我们就电话说吧。好啊，电话说。也不太意外哈。就是不意外，但依然很失落。看到这个结果，你还好吗？就是，有没有等很久啊？会不会太冷了？还好，没有等很久。那就行。那我就直接说了哈。然后你要是听不清，你就和我说一下。好，你说。好。我就说一些我的感受吧，对，就是可能从第一天见到你的时候，就挺喜欢你的吧。Hello， 因为就是感觉，就你身上我能感觉出来有一些特质和我有些类似，然后就是会吸引到我，对。因为我是不太相信一见钟情的，大家为什么会认定有一见钟情这件事？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看了外在之后，他们接触下来，他们发现彼此是合适的，所以才有了所谓的一见钟情。再往后的话，就是我们第一次的约会，我其实不知道会见到你，说实话，所以我当时在火车头见到你的时候是很特别的开心和激动的。哎，好了。Hello。我也想说，第一次约会碰到你的时候，我也特别的安心。对，我觉得还好是你，否则可能面对其他人，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但是面对你，我就会还行，因为你身上给我了一些感受吧，让我有那种朦胧感或者很好的感觉。果然是蔡瑞。看我说是蔡瑞吧，我觉得那个安心的人。就是，然后我们一起坐了小火车嘛，然后你也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一些
事情，让我更了解你了。然后我们还一起放了风筝。哦哦，哎，已经飞起来了。哦，好方便哦。好简单。就是我觉得那天就是特别的开心，因为就和你一起放风筝，然后那个风筝就是直接就是放没了那个瞬间，然后我觉得特别的美好，因为从来没有和一个人放风筝放得那么高过。真的好，我从来也没这么成功的放过风筝，快放完了，马上要达成一个成就了。这么拽着他。就是我是一个特别看感觉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这一切都很奇妙，可能就觉得非常好吧。对，但说实在话，其实还是有一点小遗憾对我来说，因为我觉得和你在一起的很多瞬间都很美好吧，然后我就很怕失去这些瞬间，就很想保持在这个瞬间，然后就不敢去打开自己去和你交流。所以可能就是和你错过了一些很深入交流的机会吧，然后之后的话，可能跟你的交流就可能更少一些了。我当时可能判断你可能没有那么对我那么有兴趣，所以我就更就是有点封闭住自己了，就是可能更不去表达心意，因为就是怕会造成困扰，对，所以就是后面就一直没有和你表达心意。对，其实我想听听你对我的一些想法，可以吗？菜菜好执着呀。我觉得这对菜菜挺重要的。是的，是的。他从来没有猜到过罗志阳对他到底什么感觉。对你的想法，我一直很想说，但是我没有勇气跟你说，因为你很像我熟悉的一个人，你真的太像了。谁呀？太多的瞬间都太像了，然后我就恍惚了。所以为什么我说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你，因为你很像，但是后面我也想我也没有从你那了解到什么东西。实话实说，我只能从一些侧面的地方观察你，了解你，但是没有沟通，没有交流，所以我不知道一个人的想法或者怎么样。理解。唉，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一直在单身的原因吧，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都完全不敢去沟通，就是但我现在想想，可能真正的或者说感情的产生，其实就是要一些很深入的交流，或者说打开自己，然后去了解对方。对，其实实话实说，我也已经开始打开自流。我来之前，我可是一点都不相信爱情的人。我来这里呢，遇到你们呢，遇到你，我其实实话实说，就是变得相信爱情了。我觉得爱情可以有的，不像之前了已经。对，其实所以我也很封闭自我，我也很就是被动，所以就可能两个人都很被动，所以就没办法产生沟通。可能确实必须有个人要稍显主动一些，但我也确实也是那个被动的人，所以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好吗？他只是觉得蔡瑞也太闷了，他也太闷了，两个人就没法再。这可能就是很多母胎单身两个牡丹碰在一起更难的原因。那我就是有一点不太理解了，那就是说，既然他们俩现在表达的都是说有感觉，但是缺乏沟通，那从现在开始沟通不行吗？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其实也挺好的，就是这段经历，就是也给了我很多思考吧。对，可能最后跟你说一句话吧。好。想和你说，就是认识你特别的幸运，然后希望你未来一切顺利。我也是，认识你我也很幸运，也希望你未来顺利。然后感谢你，我真的只能说感谢了。我真的没事，你不要和我说这些客套话。没有。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交流特别的，就是彬彬有礼。
次你不要和我说好话了，我们直接一点吧。好，做回自己。做自己。我们记得等会晚上见面的时候，你不要再说什么你是个好人，你很好，我不要听这些话了。好，我反思我自己。你不要反思，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很直接的人，就是我们就直接的交流就可以了。然后就是我也会把你当成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去和你交流。对，就是虽然我之前可能现在也很喜欢你，但是我会把你当成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去交流的。好。对，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好朋友就行了，你不要想太多，你也不要顾虑太多。我不会顾虑的，我了解了你的灵魂之后，我相信我们一定是好朋友的，好吗？好，我们就当好朋友。好难受。菜菜这段真是给我们说难受了。希望上海有机会见。一定要见啊！好。还要约出来玩呢。好。好吗？好。那就这样呗，我们就回去吧。好。行，那我挂了。好，拜拜。拜拜。打，挺好的，你动作很标准。有点耍帅的感觉，不行，害羞。如果你真的很冷，你可以穿我的风衣。谢谢。然后我叫罗志阳，就叫我 Jess 就好。我叫蔡瑞，然后叫我菜菜就可以。我觉得他俩今天这点特别好，他俩今天把话说开了。我觉得他俩反而有可能往前走一步了。我觉得他俩接触的时间有点短，有可能再给他们一段时间，也说不定结果会有改变。不行，我要在线下撮合他们俩。我可以约他俩请他俩看演出嘛，看我的演出。对，广智对。我给他们一个那种连号的那种。对呀，我也去找他们，我也线下撮合他们。沈老师请他俩去上您的课，小班授课。但我觉得他俩没可能了，真的。为什么？你就像刚刚菊姐说的，如果说真的只是了解不够或怎么样子，完全可以从此刻开始啊。对呀，就是没意思，就是没意思。我说再多话，把你当成好朋友，还是没意思。就菜菜，我觉得他不自信那个我，他不觉得那个我是可以被爱的，所以他就会把自己那个我给封闭起来了。那你封闭的时候，罗志阳往里探索，就遇到了那个墙。他不让你往里走了，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我探索不到东西了。实际上是菜菜把自己那个墙给关注了，所以这个就很遗憾了。我觉得那一段里面把他们俩问题的最根上的那个问题给说出来了，就是他只说喜欢罗志阳，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具体喜欢罗志阳哪一点。对，就这个就是我在我的那个恋爱秘籍里面是有过记载的。陈老师，我说一下，你看对不对啊？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相处的时候，你要让对方感觉到跟你在一块儿，他更有价值。对，就是有两个方法嘛。第一是你自己变得更有价值，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喜欢他，你要告诉他你到底喜欢他哪里。你喜欢他有趣的灵魂呀，你喜欢他会照顾人呀。你把这所有的优点全部说出来之后，他就会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形象。然后这样对方就会感觉到自己很有价值。如果你这些都不说的话，你只说喜欢，那个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任何作用。我这个恋爱秘籍是不是有一些道理？是的，
所以你夸的那个点，一定要是他自己觉得我真的有这个点，但是别人没发现，竟然被你发现了，这就是广智学习的价值感。广智已经学习得很好了。谢谢陈老师，谢谢陈老师，这表扬了，你看瞅瞅，这。我们将举行牡丹村村外的春日重聚大爬梯。Hello。哦，你好，你好，他没有认出来我啊。梦回第一天了，我的天！是的。我跟人文4P 坐一块吗？他收到了偶像亲笔签名的专辑，情人节礼物。哎呀，甜死！哇，哎，那边有落日哎！集体约会了。在我眼中，这就是单独约会。我画画会产生很强的心流。我写小说也会有这种感觉，倒是。哦，我想到一个有意思的，可以交换画画，就画一会儿，然后就交换。另外一个人画是吗？对对对，我们这样。那我会毁了你的画的。不会的，不会的，这多有意思啊！对啊。我结束了。我又在埋梗埋彩蛋了，你可以猜一下。可以啊。好了，你猜，你看我这里面有个梗，你猜。到底什么东西比较闪亮一些？不是这个星星。对。这星星是代表我们是吗？对。你看这2颗星星他们怎么回事？他们在一起了。对。哇塞，可以。我节目播出以后，我才知道菜菜心里想法。你已经在上海工作了吗？对啊。你们俩在撒狗粮吗？就是啊，要不我们走吧。初见死，现在的你依旧会选择相信爱情吗？哇，看到那个烟花了吗？哇！哇！哇，这个好亮！好了，又一个心愿满足了。对，好好看，真的好好看。但是这就是我们给我们2021做的一个有仪式感的结尾。应该是告别你我的2021，迎来我们的2022。会说话就可以多说一点。今晚没有心意表达，我的心意以后每天都会表达。再见，2021，拜拜！哇，这个好亮！我们今天就是咱们好好的作为对优秀的单身女青年，也就成了一对。对。哇，这个好亮啊！哇，好亮啊！他们俩也太浪漫了吧！哇！天哪，齁死我了！主要是刚看完菜，然后现在看他俩，情绪起伏有点起伏有点大。哇！我感觉我过年了。这个这么好看吗？好好看。哇，这烟花太美了，我必须得用抖音记录下来。好呀，那以后我就可以在抖音上回忆我们故事的开始了。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哦，遇见。没有了哟，可能云起来了。
没事，你就是我的星星。天哪，这俩开始了。才是我。感谢2021让我遇见文婷。2022，我们都要有更好的未来。北京朋友，咱们第一次结束就是击掌，永远不会是最后一次。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摸头，终于摸头了，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哇塞，太甜了。这个时候呢，来一瓶生气波波恋爱水，无糖也甜，恋爱无负担。果然有零糖、零脂肪、零能量的生气波波气泡水，加持恋爱就是不一样。哇，好甜好甜！最后还是留了一点点糖给大家。对，挺甜的。我很满足了，我非常满足。谢谢毛毛和文婷，让我第一次磕起了 CP。哎呀，我说实话，我这一次参加这个节目，我真的成长了很多，就是跟着陈老师学会了很多的跟人交往的方法吧。我们可以把这个恋爱秘籍可以出版一下，印一印，发一发啥的。我觉得挺值得的，值得分享这些东西。感觉广智的理论知识又增加了，现在就等一个人把这些理论都用在他身上去实践一下。对，就等那个人，对的。其实我记得小翟在中交的时候一度也表述过，对于爱情是没有那么的觉得必不可少。在录完一整集，有哪一刻动摇你的这个想法吗？动摇就看到他们两个就是在一起的那瞬间，就是还是会发自内心打心底里为他们感到高兴的。就感觉对他们俩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结果嘛。对于现在仍然在单身的大家，你有谁是很期待看到他开启初恋的？那必须得是罗志阳吧。我特别想看谁征服他。真的。或者我们就把这一季，比如说没有成功的人顺延到下一季，再留下来，再打击一次。我跟你讲，这个牡丹村迟早都要发展成一个县了，你知道吧？因为每次顺延的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下一季人文来探班是不是？然后过10年，人文带着孩子来探班了。我觉得吧，其实这个我们以前很羡慕以前的日子很慢。其实我们今天就提供了一个恋爱慢慢过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我很希望每个人在里面都能找到自己的这种曾经青涩的那个时代的一个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义的。谢谢沈老师，就像沈老师说到的，我觉得每一个观众可能在这些牡丹村的村民身上都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或者就是现在的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节目想要带给大家的。当然，我们也要祝所有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拥有自己的那份双向奔赴的爱情。再见，拜拜，拜拜，拜拜，朋友们，拜拜。牡丹村，请回答。许文婷，你为什么每次都和毛毛撞情侣衫？是不是剧本？毛，你还记得在摩天轮对文婷说的话吗？我们在摩天轮上就是罗志阳，你究竟是不是假社恐？是节目组给你安的人设吗？何雨欣，你为什么在菜菜的背上写罗志阳的名字？是故意的吗？怎么说？就是菜菜，你知道何雨欣喜欢罗志阳吗？没事，还好其实。所以不行。
我珍惜什么，什么就会被毁掉，所以我就越长大，我就越不敢去面对或者珍惜什么东西，我就很想逃跑。没有想到我一直在就是偷看他，后续可能还是会有发展的机会的。我觉得我最磕的其实就是那种就是眼神，尤其是你看他，然后他没看你，然后你让你不看他，然后他又看你，就这种我就很戳我。永远相信我们两个会在一起并肩作战。你一定会遇到那个对你坚定选择的人。你的热爱正在热播。